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一言不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述。这期呢，我们请来我们的单立人喜剧的一些运营同事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成都发现喜剧周。同时呢，也感谢百年护嗓老品牌龙角散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龙年就吃龙角散，清润开嗓又开怀。哎，终于读过一次口播，这么长的职业生涯。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可能对那个喜剧周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从一些工作人员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喜剧周的过程和一些相关的内容。好，大家给自我介绍一下吧。来，糖糖。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导演组的糖糖。Hello， 我是来自活动组的肉。大家好，我是来自商务组的 IC。本次我们还请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人员哈，他其实不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而是在我们成都招到了一个志愿者，也是特地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节目。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黑子。我是在成都的发现喜剧周是做装置组的志愿者，主要是负责陌生人电话亭和快乐漫记的项目体验。我们是在成都招的志愿者，对吧？您是报名当时参加，对。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参加我们这个发现喜剧周的志愿者活动？就是看了那个日程安排以后，确实觉得那么多场看下来有点贵，成本有点高，一下子有点那个。打开思路啊，就是务实的角度。对，当然确实也是之前，因为我听一言不合还听得挺多的，然后一言不合就有很多就是说不是演员的视角，然后我就觉得包括还有咱们那个公众号单立人资讯台。就是从这个单立人的工作人员的视角来去，组织这些喜剧演出活动，然后我就一直都有关注到嘛，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想自己参与一下，体验一下。对，然后又是第一次到成都来办这种活动嘛，我觉得是个机会。那你实际来工作之后，跟你预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的感受？感受确实没想到这么好。这么好，感受会这么好，是指工作的体验，还是免费看演出的体验会比较好？对，工作的体验，就是可能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吧，我可能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你会真的会一下子每一天每个时间会遇到的人非常非常多。你平时像我现在在成都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交啊什么，就感觉这种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这种能量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你来之前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期待吗？来之前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包括就是什么叫户外装置都不太了解，以为就是说，一场喜剧演出志愿者就是检票的，大家最觉得可能是检票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可能是那个负责什么灯光啊，然后什么开关灯的、搬椅子的，可能那些，没有想到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岗位，就是没有想到分到这个组了。那你当时最想进的是哪个部门的组呢？艺人接待吧，艺人接待。还想占便宜，不仅想看演出。那有什么就是你实际工作之后什么原来就是单立人的工作就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单立人的工作就是演出，包括一个演出的过程，原来就是这么完成的。那其实还真没有，因为说实话，就是我在那个户外装置的话，我们其实跟演出还没有太强的关联，我都没有进去看过演出啊，对，真的没有免费看到，目标没有达成，没有，但是来参加过活动，对，主要就是参加那个喜剧活动，但是是这样子，就是对于整个的演出，我所了解的，我所接触到的，只是说是进场前和散场后。所以说，其实还真的是就是对于一个演出是怎么一个过程，还真的是不太了解。没事，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参加一次。对，下次换个岗位。好，那糖糖是在导演组，那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舞台监督。就是保障每场演出顺利进行。会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吗？比如说，其实就是涉及到，比如说演员过来之前的，我们要准备好所有的技术，比如灯光、音响，然后包括需要的这音乐呀、音效呀，然后舞台装置的这一部分，然后首先我们会在演员过来彩排之前要都弄好，然后所有的比如说我们演出过程涉及到的播放哪条音乐，然后包括演员他有些单口演员会有自己的需求，比如说结束放什么音乐啊，或者这些我们会提前都调试好，精心设计的。对，有精心设计的。然后演员来了之后，我们就让他们进行彩排嘛，因为涉及到不是一个演员，就比如有开场嘉宾，有主持人，就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演出流程走一遍，然后知道比如说什么时候有哪个音乐，然后是什么灯，他们要适应这个。然后因为可能每个演员他对灯光的要求也不一样，就比如说有的人希望
强一点，有的希望弱一点，有的希望比如说增加一些跟自己主题相关的颜色呀、设计啊，对，这些我们调试完了彩排完了之后，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就保障这些按照我们彩排的顺利进行。那有过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现场演出是肯定有意外的，就是要么就是大的，要么就是更大的，就是对，就是这就肯定会有。我这一次接触的比较，就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因为我本身也是礼华的负责人嘛。礼华模拟器。对，礼华模拟器，对，礼华是比较复杂的，它需要带10个麦。是一个 sketch 的演出。对。然后它设置带那个10个耳麦，然后这个就是因为这场我也很紧张，因为演员又多，然后。在麦上就怕，因为原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场比如说谁的带了不好用啊、呲啊什么的，然后就特别紧张。然后我们现场就是这一次特别顺利，没有就是所有我们能准备的都准备完了，然后就感觉这个非常的放松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把东西复杂的全弄完了之后呢，就换电池这件事上就。没有，就是下午的时候跟我们这个设备方嘛，因为设备方我们是当时在当地找的，就是没有在北京带我们自己合作过的，对，没有带。然后呢，我们就下午3点钟的时候提醒了老师一下，就是说一定要记着给我们换电池。我们是7点半演出，然后在7点的时候他还没有帮我们换电池，这是第一天发生的事。然后我们就说老师，那你帮我换电池吧。然后一般老师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也就给你换了。但是这个老师就强调说没关系，因为这个是下午已经换过的了。然后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这演出将近1个半小时就很长，然后不换的话就怕演员中间演出过程中没电了，这个就麻烦了，因为电池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老师就一直跟我掰扯这个事儿，他不愿意换。对，他一直在给我解释为什么不换，但是我就要求要换，后来就没办法，我们就自己去买这个电池，买了电池然后自己换完了之后呢，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因为发生了这个事儿，第二天就比较知道这件事一定要提前通知老师，然后也跟他们那边团队沟通，就是说老师，我们这个电池我们自己付费，就是一定要帮我们换，因为我们就要保障这个演出，哪怕这个电池是下午刚换的，我们演出之前也要换新的。然后呢，还是不愿意换。第二天他就很爽快的答应我说好的，我就说这也挺好的。第二天就是单口了，单口呢是有2只麦需要换，第一只是舞台上放的那个演员用的麦，第二只是主持人的麦。一般主持人的麦我们会放在1筒那儿，然后呢第二天我在最后一排观众席看着他跑下去，到了那个麦架那边就模拟了一下就走掉了，就假装换了一下，给你表演了一下，无实物了一次，无实物一下，对，就是就在那个话筒那儿就对，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幸好我们就有同事在下面，对，在下面，然后就看到就说老师您没换呀，然后老师对没换，就他被拆穿的时候是什么反应？他被拆穿的时候什么反应？就是被发现了，那我就换一下吧，就以为我表演的不够好吗？居然被发现。对，就这个是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件，就是他就是不愿意换电池。即使他已经就是所有的换电池的动作都完成了，但是就不愿意拿这个电池上去，而且电池也不用他承担，这么环保的一个老师，他就是觉得这是我亲戚吧？再往下 IC， 对，亲戚，对，就是然后我们以为到这儿已经可以了，对吧？就是好，由第一天的说又给你升了个分，对，然后对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是第2天的假换事件，假换事件都已经有名称了，塌房了，这老师。第一天他不爱换，到第2天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假换这件事儿，然后我们就想，那我就要解决他假换这个问题，我就让斗智斗勇，对，我们就说跟那个1筒就是要看着他换。然后呢，我们就是到了这已经不是第3天，就到了同剧场，就后来换到同剧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师他始终跟着我，就是我去哪个剧场，他就在哪个剧场，一定要在你面前表演一次。然后到了同剧场呢，有一天是大赛那场还是哪场，就具体的哪场不太记住了，因为演出比较多。当时应该是大赛，因为是我们那个凯欣拿的，对。然后呢，那个马上也是快进观众了，他们就提醒我说，怎么感觉这个麦上现在已经换完电池，还少了1根电。然后我就问说，是不是看着这个老师换的？他们说是，所以就确保了这个老师没有假换。一定是换了的，但是还是掉了1根电。电池是假的。对，真的是啊。然后我说那我来解决这件事，我就去找老师，我说老师，那个现在呢，
这个电池它是少了一根电，我就确认一下是不是换的新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再给我们换一下新的，因为这场是大赛，就也很重要，而且他就每个人都要用嘛那个手持。他说我换了。我说那是新电池吗？他说是。我说可是它少了一格电。他说对。我说那哇，太厉害，最大入流。因为他那边有个机器，他是能看到的，就是他的机器上也是显示少了一个电。然后我就说那这是什么问题？就是你确定是新电池换了少了一个电？他说对，我确定是新电池少了一个电。我就想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追究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再买一个新的再换。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做现场演出会有一个问题是，一般涉及到在外面租的设备和有外面老师的，我们尽量不碰他的设备，因为一旦演出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问题就很扯皮，就是因为我动过，所以就说不清楚谁调过这个东西，这个就责任很没办法追究嘛，所以一般我们涉及到这种在外面租的设备，尽量我们不经手，都是让设备方的老师去弄的，所以必须要由他来换这个电池。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准备好这个电池，如果一旦就是到那个什么还是不行，那你就换我的电池，就我确保我的电池是新的。然后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候，就是观众已经进场了，还有5分钟要开始的时候，这个老师突然就找到了我说：“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麦在谁的手上？”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电池现在已经掉到还有1格电了。”然后他说我可能换的时候不小心换成了废电池，他这时候就承认了。对，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因为可能经历这些天我的状态也很好了，我就说没关系，我说那你就帮我再换一个新的吧。然后现在这个电池还在我们那个一桶的手里面，对，又换了新的。哦，我以为把电池裱起来了做纪念品。没有，对。这么大的执念，你之前跟他扯皮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为什么不换？我们就是有第一天扯皮，就不是扯皮，是真正的就是第二天李华模拟器演完了之后，因为没有时间，然后到了第2天是单口还是他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对我也是有他也觉得我的状态不太好嘛，就是我们俩聊过这件事，就很郑重的他说，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电池的状态不太好。对，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事，我觉得就是唐唐老师，您是不是对我这个人有一些就是不太好的就是感受哈？我说其实没有，我就是对工作，就是您只要保证我的演出顺利进行，我就是无所谓，就是你什么状态我都无所谓啊。所以我就是比如说你昨天已经发生那样的事了，今天你保证就 OK。然后而且今天很简单，只有2个麦克风，你就帮我换好的电池，保证我的演出顺利进行，调好不要呲就 OK， 非常简单。但他说就是我觉得你不尊重我，因为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电池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就是质疑了我的判断，就我的专业判断。然后我说我不是质疑你的专业判断，就是我是保证我的演出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用过的电池晚上再用，我就是担心中途会有这种问题，我要保证演出嘛。对，所以我俩他就说那我觉得电池没有问题，你觉得电池有问题，那我觉得你就是质疑我的专业性啊。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聊这个，我们就是这一场就是这一周的演出，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就只要演出前就换新电池。就是你也是专业的，对你保证演出只要没问题就 OK。然后就是这个是电池假换的一系列事件啊，就是中间其实还穿插了，比如说穿插了，还有支线，对，也是这个老师，对，也是这个老师啊，主角，我们喜剧周的主角，对，就是这个老师他很荒谬，就是作为一个在控制室的一个专业的音响老师，他会在我的演出开始之前，就马上还有比如5分钟、3分钟。他会订很多的咖啡这种饮品，然后发给灯控老师、音响老师、什么志愿者，就是我马上演出要开始了，然后他在那儿发，然后我当时喝不完不给买新的，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整个人我说不要再喝了，我说首先就是你灯控室控台首先不应该有这些饮料，不能有在演出之前，嗯，就是你要是观众进场的时候说你们上个厕所，我一般都会让的，因为观众入场一般没什么问题。那按理来说他们是相当于我们找的乙方吧？
对吧？对，他是我们的乙方。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制止他干这样的事情。我们当时就是我们跟他们那个设备方聊，就是这个老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工作太累了、太辛苦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有没有可能给我们调一个老师过来？然后他们就是答应完之后，第二天还是他。答应完之后调了一下表演。就是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控制变量啊，对。然后我们特别搞笑，是我们卢剧场当时是梁彦增好像是那场用有线的那个手持，用了很多麦。对，有线我们要加一个有线麦，然后就是很简单加有线麦，是一般的剧场这种专业的剧场嘛，然后都是在墙上会有一个插头，然后你只需要接这个线接到手持上，然后呢再把那个线接到后台上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老师找了一圈在剧场跟我说没有。我说啊，不可能吧？我说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剧场，怎么可能？我说就在墙上。然后他又去找了一圈，没有。然后他就让我联系剧场的老师，但其实剧场的老师也很忙嘛，就是没有时间。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找吧，我就绕过了下场口，打开了那个木帘儿，就是，然后呢，他就一排插孔，然后上面写了什么主扩音箱，什么副音箱什么的音箱，然后号码1、2、3、4就全标号，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标号说。这是吗？我说是。他说你敢确定吧？我说我敢确定。他都写了主扩音箱了，他还能是插灯的吗？然后他就问我插什么，我说他现在有很多号，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号码插上就可以了。你的幸运数字是几？下期能不能采访一下他呀？好好奇啊，对这个人。对，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导演在嘛，然后导演就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帮他解决就好了，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说好，然后后来就让他连这个，连完了之后呢，他上面就连不上。然后我说怎么办？他连不上，因为今天晚上演出就要用。导演说：“我帮他连，我帮他连。”导演去帮他连的。然后导演下来就过来安慰我说：“没事的，没事的，马上就会过去了。他现在基本上就都学会了。”我们特别像那种我们自己花钱，然后给乙方上课。对对对，特别像那种暗中使坏的男二号那种感觉。但他其实真的，他其实很好啊。就是他只是心他好，来说一下他好的方面。就是他，比如说他的态度，从第一天的我们俩聊完，他是真的会跟你聊，就是你对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他很愿意开诚布对公的沟通。对，OK。那后面老师，你所有的我都配合你，比如说那个。我会盯在这儿，然后你不让我出去，我就在这儿待着等着。就后面几天他都是会一直在那儿待着的。然后我说住那儿，不是他在灯供室，对对。然后我会说，哎，老师，我们彩排完了，大家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会儿演出之前几点到，跟大家说一个时间，对他才会出去。对，就这个态度还是好的。对，中间有一次是说要去换牙，下午就拔了一颗牙，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他用牙去推。对，然后我当时也不是理解，说打了麻药，状态可能有点萎靡什么玩意儿的，对，就这种。我们的包容性会让我们变得就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的心脏越来越大。对，我后期的大概后1周，我对他的态度非常的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之前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可以跟你工作，但是因为我觉得你很不专业，所以我对他就是一个我正常的跟你工作，但是我可能就是臭脸，臭脸。但后来我会说啊，印象老师辛苦了，然后电视也帮我们换好了，也辛苦了，就这样。一个极端环保人士啊。然后那肉是在活动这边，活动组。对，就是基本上除了大家能看到的演出，然后以及这些装置上的体验之外，活动部分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就是我和思婷这边。活动这边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猜定离嘴，还有洗脑大作战，对，这2档。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一样，有比较老三样的，像游戏业呀、Hello Kitty 呀，以及我们就是原本安排了一些工作坊的体验，但是因为就是各种不可抗力，种种原因吧，然后就取消了。然后这次还有比较特殊的，像协聊以及毛东的基本无害，对，也都是进来了，就是相当于在我们活动这边。那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意外情况发生？
困难的话，我觉得整体相对还好吧，因为我们那边感觉配合上，因为都是比较熟悉的人，所以整个还是比较顺滑的。然后因为我这边可能外部进来的也就是一个音控老师，但是因为就像糖糖刚才说的，但是我们这边整体麦呀什么之类的会相对对会相对简单一点，只要保证这个有电就可以。我们这连有电都保证不了。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各种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们那儿的灯是最基础的一个灯。我们那儿的灯就是连开关都没有，就是插上插销它就亮了，然后拔下插销它就灭了，非常原始。对对，所以说灯这边也是一个越原始的东西越可靠。对，除了我们那个灯就是色温不太对啊，就是但是也没办法了，因为就是条件限制嘛。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场地这边吧，因为一个是我们用的是得道学习中心，它是教室嘛，里边的座椅其实都是为了学生上课用的，有一个小桌板，对，它是自带小桌板的。我就觉得我们这大家看演出的时候记一下梗，对，就刚好合上了威哥的那个引场音频，请大家收起小桌板，调至座椅靠背。然后有没有这个画面呢？然后在我们场地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威哥的这个话说出去，请大家收起小桌板，所有人夸夸夸就把放下，再收起来。没有，就只放下来。对，因为就是配合一下，对，在别的场地见不到嘛。还挺壮观的，我觉得有100个人同时放下小桌板。对，就因为加了这个小桌板，所以我们那个场地的椅子特别沉。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每一场活动，它这个人数又都是跳来跳去，这一场80，那一场就110，然后这样来回的跳，我们就要挪来挪去，那个椅子就巨沉。我们搬了这么多年的椅子，从来没有搬过那么沉的椅子。对，得到椅子是真的沉。然后因为得到它那个场地，它会人为做一个区隔嘛，它是把几扇大门吊在了天花板上对，然后它是去用来区隔这个空间，比如说可以扩充，也可以对的，对。然后我们就是每天搬完椅子就推那个门。对，每天，然后练出来了一些小肌肉，勉强有一些吧，像游戏闯关一样。对，然后除了椅子之外，就是场地它所有的灯，除了我们自己那个插拔插销的灯之外啊，场地的灯它是在外边一个总控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它那些开关应该是比较老了，它有一个开关，它那个塑料面板已经掉了，然后我们第一次去，因为要测试各个开关对应哪个灯嘛，要用火线和零线给它打开，很接近了，很接近了。我们第一次去测试的时候，那个掉下来的面板的那个开关，就一摁，啪。就出火花了，然后我就赶快联系就是场地对接人，怪不得那天让我去关啊，主要是我们说就是那天让我去对轮流去，这样的话不至于说可着一个人电死，不对，他只可能会并肩电一次呀，没有，然后我们就联系这个场地的对接人嘛，然后场地对接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正常的，你只要勇敢一点。你只要勇敢，又上了一课。对，还是就是我们去的第一天，就是活动还没开始办呢，然后你只要绝缘一点就可以。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后来每一次去开关，我就把鞋脱下来，用鞋底子去按。没有开玩笑。但是那天让我去关的时候，没有盯住我这个事情，就被吓到了，是不是？没有，我没有关好，好像就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场地上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自己的剧场会有控台的区域嘛，这次是完全没有。在台的两侧，对，就是唯一能有一个控台的区域，我们就让给音响老师了，就是在后边。然后我和思婷就只能在台的一侧，我们坐在旁边支了个小桌子。两个公证处人员。对，就是这个场景太像公证处的人员了，所以就是佳佳也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也在调侃，对，说请到了这个2位公证处的人员来这边做监督，但是因为就蔡定离罪也确实会用到，就是观众这边需要投票嘛，其实也是蛮贴的。对，只不过就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那儿操控 PPT， 就是你一旦播放错误，你就会觉得很紧张。当然这次没有出现播放上的错误啊，但是有屏幕硬件上的问题。然后在那个位置就没办法笑得很放肆，就你们也知道，就之前在downtown的后台，我们就可以笑得非常大声，然后这次就只能克制一点。那 Essay 是在喜剧周期间是作为
老板看着大家工作是吗？不是我，因为我这次整个在喜剧周的核心工作其实是做商务的工作，然后就咱们这次咱们的非常好的金主爸爸龙角散，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长城葡萄酒啊，都是我这边来再去对大家对各个这个金主的权益来负责吃，然后这个展位有没有弄好啊？然后这个我们的那些广告位，然后包括是发的那些产品。发那些奖品有没有按时按量的来去给发出去？还有什么其他？我就是激动了，我在到处溜达，激动，我是溜达筋儿，就看着很激动，对，是挺激动的，哇，可激动了哇！大家干得这么卖力，好激动。是，然后所以我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确实溜达筋儿的状态，我就感觉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你，对。那喜剧周之后，你的肉质应该是最好的。哎，对。得到了一些小锻炼了，是的。那你又会有发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我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吧，是那个我们合作的有一个剧场，然后的一个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在成都嘛，那个我好像知道是哪个。然后他特别有意思，咱们最早开始去园区里边，不是那个东舞台那个区域，咱们不是布叫什么播客的那个柱子播客墙。然后那天晚上咱们不是在那儿，就是还冷风嗖嗖的，然后干到特别晚嘛，2点钟左右，然后还在弄。然后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就有一个那个剧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男孩，一个 gay。然后他就会跟我们一起在那儿帮我们忙，是卢剧场那个，是的，他也帮了我们好多忙，帮我们很多忙。但是好奇怪的是，然后我过了2天听大家在说他对我们好凶，我估计是有点忍，我们忍的不够。也不一定，我感觉他是有那种就是调侃性质的那种，是吗？反正他陈述应该比较熟吧？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装置组就是干到了很晚，第一天干到了就是又需要把那些装置东西拉回那个卢剧场，在那儿放着。然后在放的过程中，就我们要给那个东西充电，就弄半天弄不太好。那天也拉的时候也比较晚了，然后他呢就不让我们锁门，他们一定要自己锁门，非常尽职尽责。对，然后他就一直在等我们。那等的过程中，他就这个状态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一开始特别不耐烦，就是看着我们特别不耐烦，就是想让我们赶紧走。然后后面就开始生气。直接跟我说，你知道我今天本来10点下班的，现在已经2点钟了。然后你学的好像啊，学的好像啊。陈述是 gay 了。就是我当时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再稍等我们20来分钟10来分钟。然后他直接甩一句，你知道我今天本来10点下班的，然后直接就甩脸就走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开始主动帮我们弄，对，开始主动跑去在那跟我们干活，而且毫无怨言，开始主动跟着帮我们干活，因为他意识到了光生气是没有用的。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我去旁边便利店，想着就是大家很辛苦，然后就买了点喝的什么的，然后给他，然后他一开始还不太那个不太要什么的，然后我就硬塞给他，然后他后来喝着很开心，然后在跟我们干到就是满脸笑意，很开心的干到了2点。应该是想明白了吧，就是与其内耗不如善良，对，还是要我来拯救这个世界。就然后过几天每天看到他的时候。对，没有那么生气，就是看着他挺开心，很开心跟你打招呼 ，hello 那种感觉。然后有一次，第二次又有第二次干到很晚，特别好。他说，我说今天不好意思，今天就等一小会儿，今天绝对不会搞那么晚了。他说，那你今天睡这里吗？给我吓一跳。然后就是带着那种坏笑跟我说，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他可能是已经看穿你了。太乖了。对，就是这样。是，然后我还遇到了一些，反正就是我想到哪儿算哪儿啊。咱们卢剧场和童剧场不是中间有一小段路嘛，几十米的路程，然后中间大概有一个酒吧，是个音乐酒吧，你们有印象吗？就里边有驻唱歌手的，就是酒吧，然后就是透明玻璃的那种，我应该是咱们演的第1天还是第2天，我从童剧场这边当时看完第1场、第2场的那个演出以后，出来以后碰到了一些熟人，我都没有意料到他们会来，然后他们还居然自己买了票过来，然后刚很开心的从那儿往卢剧场走，想着再去赶另外1场演出，然后听到那个音乐酒吧里边有人在唱如此生活30年，然后唱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是夹着嗓子唱的。
哎呀哎呀，还有转音。这个反差好大，很有特色。你今天要睡这里吗？应该就是他啦，就是你对你耽误他去驻唱了。是的，哇塞，太好笑了。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定得到的场地是相当于定了差不多2周嘛，然后基本上中间就完全没有安排他们的活动。得到那边也很配合，就是帮我们调整了一下他们课程的一些档期，但有一天就调不开了，就是23号那一天，所以那一天我们也没有安排活动，是得到这边自己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是在头一天晚上需要把我们的东西先临时的撤走，然后我和思婷这边撤完之后就走了，我就去吃当天的晚饭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得到这边的对接人就给我发微信说我们这边的音箱不出声音了，说这个麦克风我说话就是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我就帮他排查了一溜够，最后就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他有一个功放的电源开关没有打开，就是把那个电源开关摁开就可以出声了，就是你已经变成场地方了，帮他解决问题。对，关键这个东西是他们场地方本来的东西，就是他不知道要开电源。对对对，就是因为他还是只会插销他插销也不会，不是因为是这样，因为这得到这边确实它不是一个服务于演出的场地嘛，他们日常的那些东西和演出相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但确实还挺好笑的。那黑子是在成都志愿者对吧？是在装置区域的志愿者。你是特地来参加我们这个录制，还是有别的事情正好一起的？我这次正好是为了我，可能还跟小黑那边还协调，稍微拖了几天，就是想等我一下，就是因为正好是有一个那个北京半马嘛，然后就是正好是过来跑马拉松，跑过来的。那不止半马了，跑过来估计现在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对。那你在就是你装置的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体验和感触，或者是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有点跑题，但是我是真的是，如果说问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也是因为他那个就像艾希刚刚说的，那个驻唱酒吧就在我对面，就在那个童剧场的对面。就是这次这个场地比较特别，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为我们喜剧周准备的一个场地。然后东郊季季那边还挺热闹的，人来人往的，有游客，也有当地的人吃完饭过来遛狗的、遛娃的，老年人散步的，什么人都有。然后就是你就在外面装置的时候，尤其演出开始以后，就是真正的喜剧的观众已经都进去了，然后你就能看见到这种说夸张一点可能人间百态啊什么的，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个小朋友，就是你就会比较都会发现，我们这个发现喜剧周嘛，也是去寻找快乐嘛，记录快乐嘛。其实真的小朋友他们的快乐更简单，而且更纯粹。他们就是大人现在需要看喜剧啊，需要去一些外力来帮助自己去才能寻找快乐。但是小朋友真的很简单，就是随便。你看我们有一个那个装置，那朵花。就是你站到下面它会开，对，开亮，就是然后会亮。每次有路过的小朋友，他们对于这些新鲜事情都特别好奇，就会走上来，然后专门来去踩，去跳蹦蹦跳跳，然后去感受。然后就是有一个那个瞬间，就是小朋友看到那个花开的时候，他在那个下面抬着头看那个花，然后他的那个脸上那个表情，然后他的那个状态，哇，真的是就是感染到我的那种。然后我还拍了，我还抓拍下来了。其实有很多，但是我就随手抓拍了一段，然后发到朋友圈，反正就。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比如说放到收notes里面啊，也挺好的，就真的是那小朋友特别开心，哇，好可爱！天哪，天哪，还捂着脸啊，还捂着脸，对，就是真的就是，天哪，长得还巨好看，对，穿的粉粉的一个小孩，眼睛大大的萌萌的，可能也就1-2岁，刚会走路一点的那个样子，应该2岁多，看起来2岁多的样子。那你负责那个装置区域都有什么装置是就是刚刚说的嘛，陌生人电话亭和快乐漫记，还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花应该到底怎么说，一朵花，一朵那个会开的花，花开的，对，一朵会开的花，一朵会在你头顶上开。对，然后陌生人电话亭和快乐漫
漫季其实是不是前2年的喜剧周也都有设置？电话亭好像之前有，电话亭一直有，电话亭是保留项目，第一届开始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陌生人电话亭嘛，它很多都是那些观众他都知道嘛，都是单立人的粉丝，然后之前也看到攻略啊，他就会就是有目的性的来打卡体验。然后大家留的问题还是跟刚刚我说的一样，也有那些路过的小朋友，但是小朋友的话可能要稍微大一点，什么上小学的7、8岁、9、10岁的，然后让家长带着他们来一起录，然后他们也会留下来问题。小朋友问的问题就更简单一点，你吃了吗？吃了什么？然后你今天开心吗？然后就是你想去哪儿玩什么的。大人的问题就好沉重啊，就真的有这个快乐的工作吗？我吃不下。然后就是什么理想和现实差距会那么大吗？然后就你要月亮还是要溜边是？对，就有很多问题，就是说他留下来一个问题，但是他真的是可能是他也能反映出来他内心的一些困惑哈，就他留下来一些问题以后，下一个人走进去就出来了，回答不了。就反正这是这次的一个特别，因为我们之前的2次都是在室内的空间嘛，之前2届都是后面观众在那排着队，记得吧？然后呢，一个进去，然后进去留言回答问题，然后再出来。然后但是这次因为是在就是开阔的地方，在室外，所以就是他就是观众就有那样的一个选择，说我进去的话这我不打，我走了。主要是成都人民也都更松弛一点，一听这么沉重算了。对。是我未知的体验。主要原来要是没答，哎呀，白排这么长队了。对，就是反正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有很多就是可能非这个我们来看演出的观众，然后就是路过的路人啊，有很多年轻人来成都旅游的什么的，然后反正也是来参与体验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是顺便推广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带几张票。有什么你遇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观众吗？有一个人有一个问题是。就后面很多人都没敢答，说是关于春天写一首诗。语文考试呢？暴露文化水平。我都没在意是什么人留的，但是那个问题真的苦恼的很久，一直没有人敢进去回答那个问题。四川那么多的诗人，然后但是成都这个地方，大家好像对诗感觉。现在年轻人可能想法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快乐漫季嘛，感觉就是陌生人电话亭，就是大家是。陌生人之间的问答，然后快乐漫季我一开始真没觉得，但是看大家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也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书写这个东西现在离大家可能都很远了，可能平常都是。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是快乐漫季。快乐漫季是我们也是精心设计的一个这个体验活动，就是我们会专门印制了很多我们喜剧周的这个主题的明信片，然后大家可以写给自己想写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写给自己嘛，然后我们会没有朋友，因为可能他不知道朋友住哪儿，然后就是我们会漫季嘛，未来的某个时刻，然后把这个明信片寄给你。这个还真的是我自己参与了以后也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好久没有写过这种邮寄的这么一个事情了，都忘记了。但是其实很快，也就是在10几年前，就是我们读小学、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有笔友啊、写信去交流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已经快速的被这个互联网、手机都给取代掉了。但是因为你要自己要拿笔下来写的话，你对于自己想说什么，你会更慎重。对，是的，就是，所以说。还是给喜剧上价值吧，就是可能。好，那我们今天，哎，那你们大家有体验就是那些装置吗？我是一直特别想去体验那个扭蛋机快乐交换，因为第一天是我开始装的，就装那个东西的时候，就跟那个对帮我们一起装，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去参与这个，然后前面就一直没时间，就是我一直在问你上班的时间，恒仔你几点下班？然后我的都有演出，就到了最后一天有一场刚好能有一个时间，然后就最后一天了，然后去换了一下。就感觉还挺好的，主要是他写的那个很好，就是你换到观众的那个，他祝福这个陌生人的那个东西很好。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体验的流程是什么？对，我拿一个自己就是想换的东西到那个东舞台吧，对，现在对，找到那个咱们志愿者，然后换一个币，把我的那个东西给他，然后换到一个类似于游戏币，对，然后投进去，然后扭一下，扭蛋出来，一个扭蛋就出来了。然后里面会有一张纸条，还有一个号码，就之前观众留下，对，之前观众的对应一个礼物，对，就是他在里面转，然后要出来的那个时候就很期待，就是其实
觉得那个东西是什么不重要，但是你很期待、蛋很重要。那换出来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的东西，然后也放进去，然后也会有人给拿走，然后你也要写一张纸条嘛，就是对陌生人的一些，不管是祝福啊，还是一些话，就感觉哎挺棒的。你换的礼物是什么？哦，我换的是一个那个啥，绿色的那个五角星，一个独眼的那个。一个玩偶，一个玩偶，这收到的还是你换给别人？我换到的。你收到的，上面的话是什么？祝我天天开心，没有难事儿。没有什么？没有难事儿。对。实际呢？但是他会就是鼓励我，就是我看到那张纸条的时候，就是它很简单，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自己，比如说给自己打气的时候的状态不是这样的，但是你拿的那个东西，哎。好运哎，就是那种感觉，对，很惊喜，对，就是 fortune cookie 的感觉，对，就是那种，然后你可能会很就是珍惜这张纸条啊，今年肯定怎么样的，珍惜了几天扔掉的，真相啊，哎，裱上了啊，裱上了，放着呢，跟你那个旧电池一块裱，哎，我这收藏起来，这是这个喜剧周留给我的东西，我的旧电池。热火 IC 有体验装置吗？我其实都体验了，就是播客墙啊，然后那个对，但我快乐交换其实没体验，我没，我主要是我可以拿去交换的东西，我已经都捐给快乐交换了，我提前在去成都之前都已经捐过去了，然后。我其实比较遗憾的是大相机我没就是对着大相机拍照，我没有拍照，朋友们，天天路过但没有拍，天天路过，然后我没有拍，然后到最后我是最后一场洗脑那儿结束以后呢，我就想着我过来到卢剧场这边，然后我要在那儿相机那儿拍一下照，然后我再到同剧场去看最后一场演出的那个结尾，最后一场是那个往事大哥的专场嘛。结果哪儿等到那会儿啊，大家早就给拉走了，我就那会儿就已经拉走了。对啊，就那会儿就是应该是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对，因为担心散场的时候可能人多，对，然后而且也幸亏提前弄走了，后来不是下雨吗？对，所以就不仅没赶上跟大相机合照，连大相机运走的时候的那过程我都没见到，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肉有体验吗？因为我首先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就是也是每天会路过相机，我就是帮思婷拍了照，帮思婷拍了你自己的照片，拍了她的照片，对，然后装置的话，可能是花花籽吧，如果其实严格意义上花花籽不算装置，就是也是对，花花籽的是这个气膜，我们在那个大草坪那儿，然后放了一个巨高的巨大的气膜，因为我们每年都很热衷于吹大气球这件事儿，对，包括人来疯的时候吹了个小风人儿，然后这边又开始吹一个花花籽，而且花花籽真的太显眼了，太显眼包了，就是看到好多人就是在那种就10几层20层的那种楼上头拍它都能拍得特别清楚，而且就是虽然歪脚，但是很好看。是喜欢一些丑萌的。哎，还说呢，我在我的手机里边还翻，因为我本来想翻那个花花籽，然后还翻到我有一天晚上 Hello Kitty。结束以后，那天晚上不是稍微喝了点酒吗？我肯定没喝多，但我应该是一个微醺状态。是。然后我第二天起来发现催眠都忘词儿了。对，是的。然后我第二天醒来，发现我的手机相册里边多了一张我自己坐在陌生人电话亭旁边，然后因为咱们有长椅嘛，然后我就这么自拍了一张照片。我为啥呀？我不知道。没有见到大相机最后一面，就用你来代替吧。哇塞，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咋回事。然后还有那个，对，就是因为突然就是想到那个中央大道，就突然想起来一个小观察。你们晚上的时候会闻到那个紫藤萝的那个花香吗？咱们在这做的第2周的时候，是那个花开得特别特别旺的时候。然后我就翻那个照片，突然想起来，就是每天晚上其实都能闻到特别特别浓的那个紫藤萝的那个，就是会往地上掉那些。粘液不掉粘液，哎呀，谁跟你说掉？每个人视角都不一样。哎，说起这个中央大道，就是除了咱们自己的装置，它那还有一些活的装置，我觉得也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只大狗，就是一个大秋田吧，
就是肥肥大大的那个雕塑吗？还是不是是真的狗，真的狗。对，每天都会这把你把它划为装置范围内了，因为它就像装置一样，它就每天都在，对，每天就蹲在那儿营业，然后你今天可能戴一个小墨镜，明天可能戴一个就领巾，特别可爱。然后还有一个遛兔子的，就是因为对，我想说对，因为我们从长毛兔得到如果去同那边取东西的话，就会路过那儿嘛。然后遛兔子那个就是那个长毛兔，就是你分不清它头和屁股，你不知道到底是个玩偶还是真的。对，然后你就觉得它主人就是一副很骄傲的样子，非常骄傲，就是好多人就在那问啊，这是谁的呀？谁的呀？谁？他也不说话，对，就在那儿站着，好像也不是他的，他就跟着。对，特别有意思。但成都确实对这个宠物太友好了，这个太好了，从来没见过哪个城市的狗是轻轻松松可以进出商场的。是，就在各种地方都能见到狗，随便串。李梦洁的噩梦之地。而且就是大家养的也都还蛮规矩的，就没太见到说狗乱叫啊或者乱尿什么之类的。那你们在那个东郊记忆里还有没有碰到过别的事情？推销某手的工作人员一直有他有这个特别厉害好多呀，对，碰到好多次。然后第一次碰到我们的时候，还被恒仔反向推销了我们的洗浴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有一天那边好像有个演唱会，然后他们就是你下载那个，然后呢就给你一张门票。门票什么的门票？演唱会。对，就是当时我们就找张总说，张总赶紧学习一下。然后我们但是因为张总去的时候就是晚上了，再问就没有门票了。我们也没有 APP 可以下。找我的那个小帅哥，因为我在那儿等人，所以说他找我下，我说行吧，那就下。因为而且他说姐姐，这个 KPI 我每天要多少个 KPI， 然后我要做完我才能回家。然后我就一下就觉得哎呀好可怜，然后我就给下了一个那个软件。然后下完以后，而且我一边下载的时候，他一边还在那跟我就是比较那个自然的稍微聊两句天儿，说你是来这儿那个的游客吗？然后听你不说四川话什么什么的。然后结果真的我一共就是当天应该一共就隔了不到3个小时，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碰到了他，然后他又不认识你了，他完全已经不记得我，然后又来跟我说一遍。你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数据，对，一个流量，是的，流量明星，是的。那除了这个活动和这个在里面玩了之外，大家有看一些演出吗？毕竟我们也做了这么多演出。有，我肯定是跟哪场看哪场有推荐的演出吗？其实我还挺推荐那个孙书恒老师的专场。那我也比较推荐这个。对，会非常推荐，非常好。对，非常好。对，如果说非要是醉，那就是这个；但是如果不非是醉的话，其实我觉得梁安增的我也很推荐，就是也是。觉得也很喜欢我的开场，没，非常，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他们2个我都很推荐。对。你们有看演出吗？黑子老师是没有看哈，对，没有机会看到。我是真的是一场没看。我有一种过度的那种矫枉过正的那种感觉，我是工作人员，我有一种那种荣誉感，我不进去。自我 PUA。对，我还叫了你好几次，然后和遛兔子的那个是一个心态。没有，还有，因为我们组还有几个大学生嘛，他们，然后就是让他们进去看一看也挺好的。你就一副老大哥的样子，有点包袱。没事，下一届喜剧周就给你专门拉过来，然后从头让你看到尾，啥活不让你干。我们也来个矫枉过正。就坐在第一排正中间互动。给我看，吃饭不准吃，看就是拖，志愿拖。是。我肯定是最激动的是比赛呗。最激动的是比赛。就是比赛，就是已经激动的不行的了。哇，就是比赛主要是比赛，我看完以后真的是那种嗷嗷哭的那个状态，就觉得太好了。小红书那天还有看到有一个观众还在分析说，这个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怎么样，就是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儿吧，你没有在心里边真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多么怎么样的事情，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但是呢，居然有那么多人在很认真的去分析、关注，甚至是分析它。哇塞，就是那个小红书上那个观众，他甚至就在分析说，就是每一届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的冠亚季军都是
都是第几次来参加这个比赛，他如果是多次参加比赛的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样的成绩，详细的分析，非常详细的分析。然后工作人员你能感觉到，工作人员在现场也都格外激动。然后老粉儿就更不用说了，这老观众们就是组团去，就是从北京组团去成都，应该是最就是必看的就是比赛了。还说起来，因为正好说起来小红书这个事情，我还想起来，就是有人找你下小红书，不是，你手机内存挺大呀，不是，是那个。我们就是开票之后没多久，然后小红书上真的有人去统计我们的售出率，就是这个事儿虽然有点尴尬，真的虽然有点可怕和尴尬，这个倒真的是因为就是你要看比例嘛，你要看售出率嘛，对不对？而且咱剧场都比较大，售出的票的总数虽然不差，但是那个比率确实还是低的嘛。那而且我们这次是分好多个平台来去上票，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有分座的嘛，要选座，然后人家居然就是那就数每一场的那个售出率，他得去数小格格，对，要去数小格格的，而且还要去这种 cross， 就是几个平台的那个表那个截下来给他逐一对照。这上个班吧，当然没准人家是技术大达，咱们用最笨的方法去揣测人家也不一定。好吧，那可能就是我们太我们比较笨。那个我也看到那个，他有说他是一个个数的，就是这个我太服气了，我真的爱死他了，我真的觉得。就是反正这次特别多时刻就觉得说哇何德何能，我们何德何能，就太牛了。肉有看什么演出吗？我这边很少因为我活动跟演出都是叠着的，所以说确实没时间，一直在工作。对，活动因为活动第一天是3月16号嘛，在前一天应该是有时间去看了那个罗曼蒂克，跟 S 一块看的。对，还看到了石老板的上台，石老板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上台表演，是居然是演人家的戏。发现喜剧周石老板舞台首秀。对吧？是，他发现喜剧周石老板从来没上过舞台首秀吧？你别发现喜剧周首秀。是那洗脑是他的收官，正好在最后一天。对，是可以。从成都回来了，马上这个活动也回到了北京。对，我们就是这边活动都已经恢复日常了，包括猜定离嘴以及洗脑大作战，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线下综艺。以猜定离嘴来举例，就是桌游版的即兴演出，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是每场都不一样。如果就是还在只看单口的观众，可以来做一下，可以来净化一下哟。对，不同的尝试。对。那黑子老师这次很遗憾没有看到的话，你有什么原来最想看的演出吗？这次教主的身心俱疲，对，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专场嘛。然后因为教主之前的几场伊卡洛斯。在之前还有一个叫啥名字都忘了，他专场太多了。天生有意思啊，对，是的。我最早看的教主的专场是背水一战了，那个就更早了，可能18、19年。对，18年的。这次身心俱疲才第一站到成都嘛，应该本来想是就是必打卡的。票都买了，因为他那个志愿者的工作安排也是后续才慢慢的才一个一个发出来，所以说我是先买票，然后再看志愿者的安排，然后再把票再出掉，就这样遗憾，就这样，对，因为其他的演员的话，有的他专场是来成都巡演过的。包括还有像梁岩老师，他马上接下来又要再去巡到成都的，所以说就还好，就是他就稀缺性还好。对，反而是像肉说的，就是猜定离嘴、洗脑大作战，然后因为正好是喜剧周的阵容，嘉宾阵容会更重磅一点，对，其实更受人关注，好像这受宠若惊。播客录制，我觉得。也很牛逼，其实真的是很难见到。对，而且播客录制真的现场参与的感觉会更好，比听的感觉会更好。我想插一句，就是因为我跟黑子老师就是空间上没太交集嘛，就是因为但一直在网恋，不是，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是，就是因为就是离得比较远，最开始黑子老师来我们这边参加活动，我就以为是参加比赛的选手，因为就之前不太能对上脸，对我还说应该是选手吧，要不然不可能这么闲。就是黑子老师对于活动真的特别支持，就包括游戏业
那一天，因为对那一天其他场散了之后还有 SD， 然后也有明星场次，所以说他们那边就是留人还挺严重的，所以导致我们这边游戏业就很缺人，然后黑子老师这边也是过来支持工作，然后包括还给我们买压货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次喜剧周确实很感谢黑子老师，确实非常可靠，在我们装置组。我有时候需要去演出嘛，然后我一想到，哎呀，我就先问恒仔今天那个大哥在不在？他说在。哦，那我走了。对，你赶紧要去准备那个开场了，是吧？对。对啊，陈述你这次很特别，你这次是唯一一个吧？应该就是身兼工作，就是运营人员和演员的2个身份呢，性价比比较高。没必要说那么透了，赚2份钱是吧？开心。对，是的，我是平时如果没有演出的话，会大部分在庄这边打下手什么的，做力工。对，因为其实就是男生确实还比较为数不多的男丁。对，因为你像算上黑子老师才4个，你想想。对，得到那边一个是我干巴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思婷矮小，是不是？然后所以说就是去其他的场地，比如说运一些物料啊，都需要麻烦稍微激动一点的男生来帮忙，像陈述啊，包括像Harry 就是都是还挺帮忙的。大家平时就是就像我虽然是演员，但更多的还是工作人员。我跟大家那些同事们其实都是在喜剧周期间都是住在民宿合租，不是合租，30一天隔断对，都是住在一块儿，对吧？就是跟演员的酒店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是住的民宿那种。那大家在同住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哎呦，那可太多了呀！首先我们是第1周去的那一批，就最早3月5号就分批，我们分批。对，然后我们那个宿舍屋子里面的人，就是他首先我们家，首先我们家呢，我们家成员就是我们最早期的有那个晨曦、追追、我丁景，然后我们的房间就是进屋就是麻将桌。就是我们没有办公的桌子，后来我们就是4个人在麻将桌上办公，就是这样对着坐着，然后办公。我忘了有一天是丁景在楼上，因为我们就是楼上楼下嘛，这种 loft， 对 loft，就是每天的工作模式就是下班上去睡觉，醒来就穿着睡衣下来办公。对，然后有一天好像丁景还是小好就在楼上，对，然后就问说哎。他们有一个在楼上没有醒嘛，然后就问说你们在哪儿啊？他们说我们在办公室。说你呢？说我在家。就是大概是这样，其实就是楼下楼上。对，就其实还行，我们那个房间就是味道稍微的有一点点。对。那你之前跟别人住过一块儿过吗？你说2个人1张床的这种吗？就是类似于你们住的这种感觉。你们是几个人住在一块儿？5个人吧，我们最后就5个人住在一起，是3张床。对。床其实还挺大的，然后我是跟晨曦住在一起。第1天的时候，因为还会毕竟是跟别人住在一张床上嘛，我们会把边儿。大概是去了几天啊，然后晨曦说我就开始晚上就没有那个界限了，因为我睡觉是特别对我睡觉是完全特别不老实，所以我因为知道自己这样，所以我其实前几天就会捆着自己，对稍微的对就别碰到他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睡觉就是完全大开着，然后后来就是每天就是妈妈说，就是昨天晚上什么又打了他了，然后又踢了他了，然后就胳膊反正全部都是这样的。后来就是说干脆骑过来的那种，对。然后丁景睡觉是怎么样的？他是一抬腿。咔，被子就卷没，抬腿，对，就是你知道，僵尸盖着被子，然后腿一抬，你这个被子不就撑起来了吗？然后咔往一边一倒，你那边的人就没被子了。对，那追是我第1次睡还是跟追睡第1天，后来为啥追去楼下睡了？是因为他第1天睡了之后醒来发现自己睡死了一只虫子。睡死了？对，就是压死了一只虫子，然后他就不敢在那睡了。多大虫子？还挺大概有蟑螂那种，差不多，这当时什么反应啊？就是害怕呀，然后说我睡死了一只虫子，我把它睡死了。没有道歉，没有，然后就说我不要在这睡了，我要去楼下，然后他就去楼下睡了。对。而且我就必须要夸一下追，就是追是我们的负责是制作组的同事，他管统筹那个志愿者，然后包括去统筹内容的这些部分。我们那个房间就是会有味道，这次的地板，对地板它老是会冒那个
不是冒水，臭味儿，对，反臭。我们那儿也有。然后也没有办法解决，就是你放了什么空气清新剂啊也不行。然后后来追就拿塑料袋儿接上水，然后封上，放在地漏上，放在洗手池里边，放在所有能往外冒臭气的地方，就确实是。就是物理知识比较完备，脑瓜子更灵活一点。对，有生活常识。对。那会有不习惯的地方，互相毕竟这么多人在一块儿。我还好哎，你们几个是3周半，3周半的，除了3周半，对，3周半。哇塞，就是衣服都臭了，还没有离职。我衣服到现在就洗不出来，就是因为那个它有点不通阳光，然后后来到了第2周，那个依然。说你怎么臭掉了？我说我应该没臭吧。后来闻是衣服，后来再回来洗，它就是那个房间的问题。对你衣服也晾不干。对，然后幸好我带的衣服多，我本来去的时候我还很开心，幸好我带的衣服多，回来我发现带的多，臭的也多。对，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那肉是住在另外一边哈。对，就是我们那边整体来说就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调剂型。就是我们那边就无论是房子也好，还是人也好，都是调剂型选手。就是我们这次整体订民宿，就是综合在一个价位水平下，然后但是很参差。对，以一个高性价比去定。比如说我们那儿就是距离远，但是生活水平会相对来说好一点，面积丰台。对，可以这么理解了，就是面积会大一点。因为你像我们那儿就住了好几口子人，但我能独享一个主卧，就是你就可想它的面积之可观。然后人员上的调剂型就是我一个男生嘛，然后还有其他的几个女生，我们是混住在一起，是体现在这个调剂上面。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最开始确实没有人抢，但是最后剩我们一大帮人怎么办呢？就只能都塞在那儿，对，那儿就刚好比较合适。对，然后我们那儿就是也算是一个临时招待处，因为佳佳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先在我们那儿临时住了2晚，然后佳佳走了之后就是安琪过来，对，又沙发上又睡2晚，对，有房子啊，有房间，还有客房啊，没有人去我们那儿会住沙发，就是对。然后安琪走了之后，紫燕又过来，收他们多少钱1晚？买一些饮料跟瓜子就可以。如果说印象深刻的，可能是我们有一天晚上小区临时通知说要停水，然后我们就是四散在4面8方嘛，对，有在国际的，然后有在得到的，就说谁第一时间回到家就把水接出来，就是回家之后洗漱的水，洗漱的水，然后最后就是只有思琪是最先完事儿的，他就火速冲回了家，然后把我们家能够翻出来的，因为家大嘛，你们也家大业大，对，家大，所以跑个马拉松，所以盆儿就很多，有非常多的盆儿，厨房。思琪就把里边的就是玻璃缸啊、塑料缸啊、什么瓷儿缸啊，包括我们家有2个电饭锅，把2个电饭锅的内胆都拿出来，全都装满了水，就装到满。最后我们回家的时候也没停。但是就是我因为就是到家比较晚嘛，到家的时候2点半，我就说那就再磨蹭一会儿再洗吧。等到我3点洗的时候，就真的停水了，然后我就去电饭锅里面去舀水，然后发现都是开的，洗到一半之后发现水又来了，就是思琪接了得有20缸水，只有我用上了那个水。对，这个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剩下什么生活条件艰苦啊，这个倒没有遇上了。哎呀，你们这个就是距离换舒适度嘛。因为我们那儿确实没人抢，我们也想住得近，但人家都抢完了，我们只能去那儿。我是跟为数不多的男丁2个男丁住在一块儿，我是每次回去啊，就这个 Ellen 啊。因为我们就是开放的空间嘛，就是我上楼上会路过他的床。你们彼此不认识？哎，你们那个屋子格局跟我们是一样的吧？一模一样。然后每次我回去比较晚，我每天回去都比较晚。Ellen 是我们这次的总制作人。对。然后我每次回去都比较晚，每次都看到 Ellen 抱着个电脑亮着屏。我每次2点多回去，他还在抱着亮屏。我一开始想，这工作这么晚吗？然后回几次发现不对劲了，我说这眼没睁着，你知道，他每次都抱着电脑就开始睡，抱着电脑开始睡，就是每次他都是他说这是他习惯，他是每次就是看着电脑就睡过去了，看着电脑就睡过去了。但其实我们
虽然都一起住了那么长时间，你们那个房间应该是相互之间谁跟谁都不交流的。对吧？因为大家都错开的，就是我回去比较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干完我的活之后，还会去跟演员他们吃个饭啥的。然后每次回到宾馆，然后我来之后大家就都睡了，我甚至见都见不到，我就睡了。我醒的时候大家出去了，我也出去，然后就几乎就像在北京合租一样。我后来跟晨曦是一个床，也是我们大概就是有一天突然我们2个人一起晚上在床上睡觉，我们说我们好久不见，就是因为我每天出去的早，就我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睡觉。然后呢？但是他们回来，我已经睡着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对我们俩在一个床上，但是也见不着面儿。好像那多年的夫妻，我俩虽然在一个床上，但感情也就那样。对，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碰到，也是说，哎，哦，好久不见，好脸熟。对，我们这边因为日程安排都还挺近的，所以说大家基本上都是同频的一个节奏啊。我还有一次他们都没回来，只有我自己回来了，我要给他们留灯，我留了楼上的所有的灯，然后他们第2天问我说你为什么睡觉不关灯？我说我在帮你们留灯，我希望你们在外地演出，然后也有城市有一盏灯为你们而留。他说那你也不要留2楼的灯啊，你请你留1楼的灯。哦，我忘了说一个点，就是我们那个民宿不好的一个点是因为可能是周边有那种特别怕吵的居民，他可能是身体原因或者是岁数大了，这个我们具体情况不知道。当时管家就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在晚上10点之后确保小声。说你们的邻居有分贝仪，如果你们在过了10点之后超过60分贝就会报警。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屋也有一个，就是客厅也放着一个分贝仪。然后我们就是在中途还测试了一下吵到什么程度它会爆表，因为我们家你们想有思婷还有易然，这个公司里嗓门最大的几个，非常爽朗的2位同事。对，然后大家又都很开朗，就是聊到某些话题的时候就难免控制不住。对，但最后也没就是招来警察了。都听说成都比较好吃嘛，有吃过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吃的或者好吃的东西吗？因为就是火锅，就各种火锅。我是一个肠胃特别脆弱的人，比如说我乳糖不耐受，首先是，然后其次就是各种，比如说凉了的，或者稍微有一点变质，有一丢丢，我就立马就是会跑肚，而且我是那种就是已经跑到我已经习以为常，就是跑肚在我这儿我认为不是病，到了成都。我就便秘了，我就4天，后来实在不行，我买的那个泻药就是火锅。对，就是不知道吃什么能让我解决我这个问题。但黑子老师，你不算成都的原住民，对，是。然后，但是你在成都觉得好吃，就是你在成都觉得比较好吃的是什么？你刚刚说火锅，我觉得你好可惜啊，因为除了火锅还有好多好吃的。对呀，真的。就要不你们先说说看你们吃了啥吧，然后我再你来当判断。对，我看你们吃的值不值。肉有吗？第一天到了也是因为第一天没有活动嘛，所以还有时间出去吃个火锅，也是吃了火锅。然后后来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能够赶上在活动之后和演员凑一局，然后会凑着去。吃过一次炒菜，那个是叫贡菜吗？我忘了，我最近脑子不太好。就是他自贡菜吗？对自贡菜，贡菜是一种菜。对，自贡菜，对，就潘老师带我们去吃了一次自贡菜，晨曦过生日那天，就是大家包括追我们剩下的，对，去凑着吃了一次东北烧烤。还说呢，我在成都吃到的第一顿就很好吃的东西就是新疆烧烤、烤串啊。我们吃的那家东北烧烤也不错，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吃组内的盒饭了，然后包括回家之后，因为成都特别好，有夜生活呀，人家小区门口有卖夜宵的，然后每天都是固定摊，我们就会去买炒粉儿。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绵阳卷粉，你们有吃到吗？就是很小很小的春卷皮，然后小小的就是卷的是素菜的那个丝儿，然后也很好吃，5块钱1份儿，然后当夜宵非常。那个你没吃吗？东郊南大门就是那个泡椒三绝那个番茄炒蛋，你们没去吃吗？那个就是自贡菜，就是那个就是自贡菜，对，那个就是潘老师带我们去吃，那个真的太好吃了。我最后一天临走之前跟那个佳佳跟郝梦他们录播客，他们说有什么遗憾想吃没吃到的，盆都这么老大对，我说
怎么说，直径得有60厘米吧？对，就是思琪接水的那个盆。对我说，哎呀，没有吃上兔子。然后他第二天他们两个带我去吃，就是去那儿吃了个兔子。然后黑子老师刚才带了兔子过来，一会儿是吗？对，已经没了，现在已经没了，要不先没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然后他们点了他那个兔子也很好吃，就是他那个泡椒锅，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泡椒，但是这边都不太好吃。然后那边他主要是大家一开始都听说成都很辣是吧？我也害怕。但实际上吃了没有那么辣，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说没有辣，他们辣是那种你能接受的，就是很香那种辣，不是那种会辣你嘴巴让你吃不下去。对，也可能我没有吃到最辣的，可能是湘菜，还有对江西的那种江西菜会比较更辣。那个他那个番茄炒蛋。对，因为我平时也是腹泻性选手，但是到了成都，就是我是以周为单位腹泻，就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天天腹泻，但是到成都之后就是以周为单位，就治愈了，就是吃的再辣也还好。真的番茄，因为我平生是不爱吃番茄炒蛋的，我不爱吃番茄，然后但是他那点了那个之后，我吃了之后，我去。不是番茄炒蛋的问题，是这些厨子的问题。它真的太好吃了，真的。应该是就是四川的厨子整体水平还是比较高。哎呦，真太就是你在那儿随便吃都可以。对，感觉不会。我每天我不用纠结，我在北京太纠结。真的来北京之后，你觉得这哪是吃饭，这就甜食。对，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楼下那个阿姨，她推车卖的炒粉都巨好吃。是。他们就好多有些小吃，你就光东郊的南大门那边，就是什么有一个那个跷脚牛肉，就你中午去吃什么30块钱的那个一份什么跷脚牛肉加上米饭什么的，就很好吃。都普通一个面就很好吃。那你们这个。就是感觉，比如说你像何雨佳，如果说他是你们就他是这个美食方面很有专长的嘛，就是要想在你们面前证明成都有多好吃，好像就很没有成就感，一点成就感没有。对，就是何雨佳带我去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原谅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哎呀，就是对，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好多东西都没有尝到呀！是吗？那你有什么推荐我们还没有说到的？冒菜。哎，那我吃了冒烤鸭。冒烤鸭算是，就是主题的冒菜嘛。就是当地人都说乐山很好吃，对，让去乐山吃。就是当地人他吃东西要去吃的话，比如说吃自贡菜，他去自贡。自贡包括还有兔子、鲜椒兔，然后吃钵钵鸡、吃跷脚牛肉就去乐山吃，因为成都就像是一个综合体一样，但是口味可能也会有一些改良啊，或者说就不是那么地道，然后他们就会去不是地道，成都菜，老成都烤火锅。就是，然后还有你看哈，冒菜、钵钵鸡、油炸串串、冷锅串串，你们能分得清吗？冷锅串串不就是钵钵鸡？不是啊，冷锅串串是热的。对冷锅串串是钵钵鸡是冷的。冷锅串串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麻辣烫，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那种串串下进去的那个麻辣烫。它也开火。关东煮麻辣烫是生的，然后在锅里面给它涮熟了吃嘛。然后冷锅串串就是生的，你选的生的，然后它放到锅里面烫熟了以后，它在那边后厨帮你烫好了，然后锅端上来，锅下面没有火，但是锅是热的，锅里面还有汤泡着是热的。就是会冷的锅，会冷的锅串串。其实就很多细分，包括其实还有很多不辣的蹄花。对，蹄花应该夜宵还是挺多的。还有那个，真的成都每一个好吃的都是我吃过那个豆汤，豆汤饭啊，豆花饭，对，就是它就是豌豆嘛，就是豌杂的那个豌豆，然后豌豆煮的已经很糯很糯，就是出沙的那个程度，然后再烫一点那个豌豆苗，然后那样一小盆儿，对，就是哇塞，然后就8块钱还是7块钱什么的之类，哇塞，我哎，说实话，确实回北京之后，我还没有没有一顿可以说是吃的很高兴的状态，就只是果腹了。对，就是给你们再重新想去成都，重新再勾一个或留个钩子。因为它每个好吃都是我想吃的，什么蹄花，我爱吃猪蹄，我爱吃肥肠，还有泡椒，都是想吃。对，然后现在夏天了，还有冰粉。对，冰粉天热还有冰粉也是很多。关键是那种手搓的冰粉，就是比平常在外面吃的要厉害的多。对。我还有吃那个柠檬锅的串，就是它那个锅底是，现在很多创新的，就是对，也在东郊记忆附近。我根本就没有在除了东郊记忆附近的任何地方吃任何东西，是那个繁星那边的那个王老师，然后他带我去说你们连这个都没吃，你们不是很能吃辣的话，你们
连这个都没吃，就多遗憾啊！结果他那个锅就是里边是很多的酸，就是酸辣汤，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柠檬，然后串搁进去煮。哇塞，就超好吃！本地人可能已经在评论区开始评论，对，这个就是这段发言了，什么柠檬锅？违背祖宗的这个。哎呀，也有传统的啦，那个是鸳鸯锅。但是真的是，就是你其实东郊记忆那边它属于是有点后开发的，后开发。你们看，就是周边的小区啊，一些底商什么都是新的嘛，都很新的啊。是，其实感觉没啥老字号，对吧？对，到那个成都的那种2环里面会有很多的那种。我们有一天晚饭去吃了明亭。明亭这个苍蝇馆。我之前跟艾伦我们去那个考察的时候，人家有人带我们去吃了一次明亭，然后就已经挺惊艳的。对，还是要那种就是老板就是脸很臭的那种，一定要老板脸臭，然后饭才香。对，要是可能没有工作的负担的话，可能会更放松一点去享受。专门去。这次主要是就是一直在工作，根本就不太有什么心情去到处吃。因为来不及，没那个时间找了，赶紧吃一口。对，那除了吃的，就是成都的喝茶这个感觉是不是？我有喝过一次茶，你有喝过？但我没去河边，你们好多都去河边喝。我也没去上。这次没时间安排，但我上一次自己去玩的时候有去喝过一回。感觉怎么样？人确实挺多的，就是每个人都很闲适，但是一旦一大帮人乌乌泱泱都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那个环境是闲适的，但是大家本地人可能习惯氛围感，对，就我就觉得很便宜，太便宜了。它不是那种功夫茶那种，它就是它是给你上一满壶啊，对，大杯的那种，10几块钱一杯，还下面还能开火。所以就说那个什么咖啡什么，我就在想成都这个地方大家谁喝咖啡呀？不都喝茶，这个性价比多高啊，又便宜又好喝。小黑他们想去咖啡馆采访，结果发现下午工作日的下午在咖啡馆里人太多了，根本就构不成采访的环境。但是北京就是很安静，对，大家都在工作。我们在成都，只要天气一晴，就会有一种疑问，就会有一种问苍天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没有工作吗？本地人可能说是，确实没有，就是感觉哪儿都是人，都在溜达，都在晒太阳。而且那几天真的天气格外的好，非常是平时太阳不多啊。是对，应该来说就是初春嘛，就是还没有到夏天，所以大家没那么多的，珍惜是吧？对，所以一旦出太阳了，对，只要有太阳马上出来。当地的朋友就说你们来的这2周就真是赶上很好时候了，是吧？就是咱们走了之后，它立马就下雨了，是，当天晚上就下了。哦，还说呢，这样就是成都的那个植物都长得巨好，就是这种气候，然后在北京感觉都养不活的植物，然后在家里头又是翻土，又是施肥，又是加湿器，然后结果人家那边。就路边疯长，对，好了，咱这期把2边都得罪。哎呀，那成都玩的地方也挺多，你们有就是平时咱工作日是没有工作的，是吧？不是只有我没有工作吧？啊，也有的啊。平时你们闲下来的时候有去哪里玩吗？有，去的哪里？我们去三星堆来着。三星堆哦，我也去。非常好我当天去了三星堆之后，我是对三星堆非常的着迷。我回来当天晚上又查了很多的史料也好呀，这个科学家发言也好呀。就后来到我们团建的时候，我还在酒店里面付费看那个三星堆的纪录片呢。付费？你那是付费的？对，我要单独扫，因为你只能试看5分钟。对，我要看他那个。然后晚上带个铲子就出去了。没有，三星堆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三星堆，我还是想再去看一次。回来之后觉得真厉害，非常超出我期待，非常震撼，非常值得去。对。大熊猫看了吗？大熊猫我没去，大熊猫我去啦，我跟石老板去了。是最好的大熊猫吗？我们本来计划还是一大早去呢，结果后来去的时候其实也挺早的了。我们在门口那个，它不是门口扫码，你会显示说现在当前园子里边有多少人嘛？我们扫码的时候好像园子里面只有几十个人，然后我们扫的时候还在那说可能这是一天当中就是仅有的人没有熊猫多的时候了。对，然后是不是人家已经去看完了走了？没有，还是一大早。那上午应该还行。对，一大早走了好远好远，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熊猫。然后还在那问人家说
熊猫都在猫哪儿啊？不上班吗？我说熊猫你们来太早了，啊，没上班呢。真的真的，后来我们就溜达了好长时间，等太阳大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就再看着，才看到有些馆里边才看到有熊猫的踪影。他们上班挺晚，是挺晚，是挺晚。对，但是一般的说法是，就是说熊猫因为它怕热嘛，就是说对对，可能是它按理来讲那时候温度还早上应该活没那么高，可是能就是说一般如果是像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它就是它应该就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它才会活动，然后太阳一出来它就开始进入睡眠状态了，或者说就是待在那边不动了，爬树什么的。乐友去哪里玩吗？我这次哪儿也没去成。他的意思就是工作很多，艾森。对，我就被绑死在得到了，主要是中间4场播客录制，确实它整个时间周期会长。对，你下午要去做准备，然后布置场地，除非起大早，但又确实起不来。那有想去的地方吗？他们去3星堆我还挺想去的，说实话。然后听说 Cosmo 也还挺好玩的。也还行。对，我去了好多，也没去成。对。但是听他们说都还挺好玩。我所有的行程都是我只需要跟着就行只要积极踊跃的回应就行了，响应谁招呼我就响应。对，我吃东西也是，就是薅着我就吃。对。你们是不是还跟他们去了酒吧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有一晚上跟着潘老师去了一下 Pose。哇塞，你们这都精彩！我们也是去了一个酒吧，但是我们是也看了人家的商业模式啊，带任务去了是吧？考察一下，就是他们那个非常精彩了，都是演出行业，演出行业，看看人家有没有报，就是说有没有报批。我们研究过了，绝对报批了，他绝对是报批过的，就是因为他所有的格式都是一样的。也不换段子，不换，他那个歌应该是报批，他应该是剪到一起的，就是他们的人根本就是他那个 DJ 是假 DJ， 他是表演 DJ。就是跟各位听众就是先报备一下，糖糖他们去的酒吧呢是非常香艳的那种，有男舞者的酒吧。对。因为我确实去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进去看一眼，看看人家怎么运营的就走，结果就看了没走，我真的没走成。我那天那天晚上就看进去了，我是太累了。人家男舞者在台上揉自己，糖糖老师呢在台下刷多邻国。我真的后来我觉得他很烦我了，就是台上的演员就是你在他演出的时候玩手机，他肯定很烦你啊。对，我也很烦你。在学习，糖糖就是那种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色，我看到底啥玩意儿，大半夜的往这儿来，对，然后看看啊，就这点玩意儿，然后我就数了数，就这点玩意儿，然后现场我数了数啊，大概有多少观众，算了下，大概这一场能挣多少钱，然后就是制作人就马上就很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对，因为万一就是涉及到以后是不是合作什么的，他们是有商演的，所以他们就是干嘛跳，就是摸自己的跳，就是自摸跳，对，就是跳这种然后对着观众吹冷气儿，对，吹冷气儿，然后排好的，可以上手摸吗？可以上手摸腹肌吗？可以，但是就是据他们前方发回来的报道啊，就是他会主动来跟你互动，但你要在第一排才能摸到，就是你要在第一排，但是可以摸的，就是会给你抓，甚至可以抱，可以牵手跳扭，这种不是那我想问，那个前排的一般都是什么？他是提前7天敞开抢那个前排的票，但也没有几张了，就是没有几个嘛。7天，对，报不过来嘛。我们就是临时去的，我们也在前排，我们也能被那个啥，对。然后他这个一开始我们以为北京没有，后来我们就是最近回北京还在研究这个东西啊，就发现北京确实是有，他们模式差不多，在五道口。对，在五道口，就是长相稍微的有点不太对，没有成都的这些那什么，但是其实他们这个什么的也都挺便宜的，然后签的。便宜的过分吧，就是对，便宜的过分，对，没啥。我们现在想象不到他的挣钱，就是他能挣多少。我后来又查到他们的制作人，就是在网上有一段小的视频，就是他怎么去做这个东西的一个思考啊。然后他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这些人全都很土，然后他会去给他包装，根据每个人，而且他们是有人设，去吸引不同的观众群体。就是他其实是有设计的了，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是一个男
体育大学生的这种状态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组 CP， 然后带什么配饰什么的，它其实是有考究的。OK， 汇报工作呢，在这儿。就是说人家就也很用心，但是确实是咱们做不了。那黑老师有什么推荐我们没去到的地方，像吃的一样没去到的地方玩吗？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成都城里面，我觉得主要就是逛吃，但是其实去雪山其实挺好的。雪山就是后来最后一天你们思婷他们去对，你们后来也去的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成都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现在准一线的城市嘛，就是你吃喝玩乐什么都有，但是同时你因为它的地理优势，离着那个川藏高原很近，也有很原始的东西。对，就是你开车3-4个小时，就是周末2天1夜的话，完全有时间就是上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高度自然风光里面去。对，就是因为尤其是藏区的话，他们的雪山会更有一点那种宗教意义在里面，然后就会很净化心灵的那种感觉。这个也是只有在成都这种地方。周末上去累个半死，然后再下来是下来以后就上班摸鱼，要出去晒太阳嘛，对吧？非常合理。就是，其实你们在的时候不是正好是糖酒会嘛？然后糖酒会挺特别的，糖酒会就是也是成都的一个招牌嘛，就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展会，就是你说它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可能类似于广交会什么的，是这个糖烟酒食品行业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盛事。多久办一次？每年都有，每年都有，现在已经是100多届了啊，对，110届，很有传统的。然后，但是它糖酒这个行业就是食品饮料，就酒就很贴近老百姓。然后你到每年的那个糖酒会的时候，去那个现场薅羊毛是吧？对，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你吃也好，喝也好，各种各样的可以去体验的，然后可以去尝的。他们都是展馆转一圈就吃饱了。对，然后就是大街上面都是那种背的挎的那种大的那个手提袋，然后全部都塞得满的那些。这个糖酒会还挺有意思的。你去了吗？他们？我去了，我没薅到，我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那个带我，就是那个。我以为是没找到合适的袋子呢。是袋子后来找到了，对，没装满。就咱们撤场那一天，然后得到的对接人大大，他从糖酒会回来，然后掏出一瓶酒给我，说啊，这是我自费买的。还要解释一下，这是我买的。对，他们后来就很便宜。那徐州结束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就是遗憾，就没有有什么事没有干，有这种事情吗？我这边可能主要就是演出吧，因为确实是一场都没看上，没有看上演出。对，包括像大赛，因为前2届的大赛都是深度参与的，其中的，但是这一届就突然就是完全都够不到了，对，因为就是远隔千里嘛。上2届肉都是大屏，对，都是那个看得最清，第一个知道结果的那个人。后台还可以做一些暗箱操作。没有，不是，对。艾特有吗？我反正演出这块最遗憾的就是没看到潘老师嘛。潘老师专场是我一直很想看，而且是这回因为又在成都，我感觉他应该发挥就是会格外的不一样。然后但是自始至终也没看成。你后来跟他们住一起了吗？是吗？跟谁啊？不是，你不是想说加入倩倩他们的家庭？没有，我当时我自己住的，因为我想把我的成本从洗浴周里摘出来，然后而且我想住一个就是便宜一点的，最后我自己订了一个单独的，但是对哦，这也算你的遗憾吧？这也是个遗憾哎，没有跟大家住在一块儿。对，是遗憾没有跟糖糖他们住在一块儿，还是没有跟肉住在一块儿呢？不是，你要知道我就是以我的吃苦能力啊，这糖糖他们那房子对我来讲根本不算啥，我住的那个房子我还没跟你们说呢，我住那房子1晚上100块钱。石老板的1晚上150。那咱这次是在成都办徐州，跟之前咱在北京办的2届徐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去到另外的一个城市了嘛，那工作上就肯定没有北京那么方便。就比如说咱们第2届在大华，那简直了，家门口嘛。对，家门口相当于你随时，比如说什么东西或什么，你随时就来回公司拿了。对，骑着小牛回来了。对，你到成都就很多都不是很方便了。就是首先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打出提前量来，然后你又是到现场这种，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所有都在当地找的这种，加上咱们成都这个城市呢，又是一个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我们工作上就是整体上
对，就是这个节奏对匹配上是需要磨合的。对，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对不太习惯，我们就班儿逼当惯。对，就我其实我觉得说实在话，就这一届我觉得就是突发情况肯定有，每一届都会有，就以后也会有。但是我反而觉得这届就是因为成都的一个工作模式导致的，就是我觉得，哎，就是还好，我学习到了他们的一些工作松弛感。整体，反正我回来之后我还在琢磨，就是我在想说，哎，如果这班是不是可以不干？哎，就是这一个店是不是也能用？就是你从早晨9点开始装的要求下午2点装完，装到晚上9点没装完，也就这么也给钱，哎，就是你没招，就是也就对，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装那个台的那个原因嘛，就本来预计3小时，他装12个小时，对，就是硬这么有时差跟成都，对，就是哎，但是好像也能行，对，也演了，对，看到另一种工作状态，对，工作状态。肉肉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氛围上，我觉得，哎，这个话说出来又变成很酸的，对，不对？但倒不是引战，就是很酸的东西了。它就是很玄妙、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就是氛围上的一个感受，可能和北京不太一样。可能北京的观众我们太熟悉了，就是我们各种活动，他们也对我们很熟悉，就是好像大家有一个就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样。但是成都的话，可能彼此都是陌生的一个状态，但不是说这个陌生就会带来冲突，而是说很不一样的一个新鲜的感受吧。你看，包括像我们卖票的那个节奏不也一样吗？那天他们还在那儿说，就是说，哎，其实说你们下次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那个开票的节奏再调一调，就是说这个成都这边买票的习惯不是那种就是抢或者对，就是巴巴等在那儿抢，对，大家不会说我提前3礼拜4个礼拜我就开始就定一个之后的那个事情，然后我巴巴的等着，就感觉这样子的人还是占特别特别少数。当然黑子老师肯定是这样子的，然后但北京比如说大家就会是。你始终在去做计划，完成计划，这就是北京的节奏。主要是这一次这一类的观众的构成也是从北京带过去的，带过去不少。是的，哎，还说呢，这次就是真的北京过去成都的那个观众，还有全国各地过去的观众，其实好多，是非常感谢。对，特别特别感谢，就是真的你就感觉换了个城市。然后前排的面孔还是这些朋友们，就是我真的有一天我忘了是因为看到那个谁光头大哥郑中华，然后看到他在那儿感慨说这个阵容要是放在北京早就抢光了啊，怎么，然后我就那一天我不知道为啥，我突然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说，哎呀，老朋友们都在，你就感觉说。有这一群人在，好像心里边就特别踏实的那种。哎，那咱就是这次是为什么选择要去到成都办这个喜剧周呢？就首先是因为那个糖酒会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嘛，所以糖酒会的主办方然后有邀请我们说，希望就是我们也过去热闹热闹，而且就是成都本身整个成都市就是各个区都在筹划一些活动，就说跟糖酒会去匹配。然后就做什么，这个叫做展成融合，就是既有大的展会，然后又有一些全城的各种区里边都有一些有趣的活动，来让这个时间节点变成一个就像一个过节一样的状态，变成盛会。所以呢，就是他们等于说是邀请我们说，那你们要不要考虑出北京，因为也是老朋友了。所以我们自己当然也有想法，就是说，在北京的话，之前就是上一届在大华其实做的那个规模，感觉会不太够大，尤其是当时最关键的是，因为有一些那个话剧的剧目想邀请，但是时间也好，剧场条件也好，就没能谈妥，所以就想借机会，索性要不去一个新的城市。它的这个，比如说场地选择的空间更多啊，然后呢，时间也更宽裕一些啊，然后这样子我们就能再尝试约一些比较喜欢的一些大戏，所以这次就很幸运的请到了蒋公的面子嘛，然后包括罗曼蒂克我们也请到了，这次其实这些剧目是让整个这个喜剧周都会格外有，对，格外丰富的部分，
那咱跨城跑这么远，就是咱倾巢而动去成都那办洗浴节、办洗浴周，肯定是有很多就是很不容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这种你感觉到非常哎呀，这还是很困难的地方？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在这说了，不再说了，我不想说。OK，没必要，没必要。就是所有的困难，其实，在你看，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好多困难不必说，是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大的项目，任何一个团队来做，都会面临无敌多的困难。对对对。我们呢又偏偏不是一个聪明的团队，就我们这个团队向来都挺笨拙的，就是我们不是那种擅长用巧劲儿的一个团队。然后凡事就是自己吭哧整，然后而且就是前面也不一定有多少前车之鉴可以去吸取，更多的是借自己的那些经验。那你遇到困难就是正常的。其实这次遇到的困难大多数都是提前能预料到的。就像刚才唐唐说的那些，比如说我们在当地找供应商，那你是不是磨合？你得磨合吧。对。去成都也要这样，你去上海也一样，你去杭州也一样，你去哪里都一样。对，任何一个团队都会遇到这种问题，然后他顺利的做完了这事儿，就已经我觉得是很牛逼。对，我已经很骄傲了，我已经很骄傲了。然后而且这次有看到那么多，就像刚才提到的，有老面孔，然后有新面孔。你知道，就是我们这次还有，就是真的还有看到有好多的，就是观众因为来喜剧周而相互认识，拉上了群，成为了朋友。真的就是亲眼看到的事情。还有志愿者也是从外地来的，是的，有从北京过去的，还有从外地来成都，有从广东那边是的，有从深圳去，我知道，然后还有从湖南过去的，然后专门去为了做志愿者跑到成都待那么多天。对，就是。有一个小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卢那边有一个阿姨。有一个阿姨，大概可能是70岁左右吧，60到70岁的样子。她在那个卢那边拿着我们的那个喜报，然后再翻看，就那跟我们同事聊天，然后我们同事都以为她是个路过的路人，因为头发已经花白了，就是行动也不是很方便的样子，年纪也放在那儿了。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受众不会是那样子的年纪的人嘛，对吧？那结果后来呢，发现这个阿姨她不仅是丹妮儿的观众粉丝，而且她甚至是提前都已经圈好了她想看哪些场次的演出。她那天到那个剧场是刚刚去做完了一个治疗，是做完了手术，然后去到那个剧场。本来呢还想拜托同事帮忙给她那个，因为她自己好像手机操作没那么好。拜托同事帮忙买唐湘浴场的那个门票，同事说行没事就给你留。结果他后来就说哎呀，想了想算了，我刚做完一个什么什么手术，身边离不了人，出门就是只能打车，我在剧场里边也害怕坐不住，有可能会打扰到其他的观众，所以我还是不去看了。我等下次你们再有机会的话，我再去看你们的演出，然后你们的节目我会一直听一直看。然后就哇，你一下感觉自己做的很有意义。对，你就觉得就是有这些事情在撑着，那对吧？就是我们就算克服很多困难，也要就是咱把这个喜剧周带到了更多的地方，然后让那些一直支持咱的观众也能看到。对吧？对，就是做下去吧，没别的，就是做下去。那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未来咱还是会去到外边的城市办这个喜剧周的话，就是不考虑客观的条件，你们就更想在哪里办？我其实没有什么心仪的地方，说实话，我觉得成都就蛮好。然后除了成都以外，其他很多城市也都觉得挺想去的，什么都去一遍，什么那个南京啦，对吧？杭州啦，西安啦，这些都感觉挺好的地方。长沙也好吃，武汉也好吃，哪里有好吃的？根据这个挑的。你们有吗？那个工作人员，咱们。我也是跟艾 C 差不多，就是可能，我觉得成都本来就挺好，这一次我觉得比去年就很多不一样嘛，就外场啊什么的，就加了很多东西。你再换其他城市，其实我觉得就可能哪个城市需要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就去到哪个城市的感觉吧。对，就是如果听众们想要我们去到哪个城市，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啊，也可以期待我们将来高声呼一呼啊，高声呼一呼，期待我们未来某一天可能就会真的携家带口来到你的城市办一次
喜剧周，然后把你所有想看都看个遍。好，丢盔卸甲的跑到你的城市，丢盔卸甲。好，那我们这次节目也差不多聊到这里了。同时也感谢百年护嗓老品牌龙角散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龙年就吃龙角散，清润开嗓又开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大家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拜。